如何摆脱我们在思考上的一些阻碍的惯性反应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所谓的惯性反应，基本上就是反射动作就是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自然而然的这样子做。好比说当我们这个跟别人在对话的时候别人生气，你会不会比他更生气？别人大声，你会比他更大声。换言之，你想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告诉对方，让他屈服，但是通常这样子不会达到任何的目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很多人被诈骗被诈骗的理由是什么？我相信对方讲的是真的，你的经验带领着你去相信了诈骗集团，信以为真，然后呢就掉入了那个陷阱里面去。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来想想看，我们在摆脱这些惯性反应的时候，可能是说我在除了原有的经验、原有的想法之外，再增加一些什么？比如说，我们也许可以多多的查证，或者我来理解一下什么样的这个单位是比较权威的单位，可以帮助我避免被诈骗。所以像这种的学习，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摆脱你的惯性思考，因为我们在惯性思考里面可能会常常出现一些阻碍或者是一些麻烦，可是我们却不自知而掉入这样的陷阱。惯性反应简单来讲就是它没有学习的动力，他只是用他原来的经验或者原来的观点或者原来的方式想要去解决问题，所以要摆脱他的方式就是我们可能要持续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观察，做更深入的观察，然后去修正自己的经验，修正自己的想法，修正自己的观点。在跟这个对方沟通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会以为某些方法是有效的，可是呢，如果你认真的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些方法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它其实是不够冷静。当我们在谈论理性的时候，其实在理性之前，它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能够冷静下来。我们要讲道理给别人听的，我们希望别人冷静。同样的，当我们去听别人说道理的时候，好像我们也需要冷静。如果你冷静下来，你会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可是因为你不够冷静，你常常会就是凭着一时的情绪或者就是一股气，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不够冷静，他也没有办法思考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那各位也不妨想想看，其实冷静对人的作用是很好的我们有时候呢会说我们想的不够多、不够远、不够深，或者说他的思考比较表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在不冷静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只想到目前的状况，或者是想到短期的状况，可是你不会想到长期的状况。当你要想得够深、够远、够多的时候，其实你就需要冷静下来，你才能够有耐心的去思考更多的层面。否则的话，你就会只是单立在所谓的表面思考上面，而不够深入。